实锤了，乌俄正式杀入中东局势，战场又升级了。中东这锅大乱炖打到现在，不仅没有一丝要停火的痕迹，反而火越烧越旺，连乌克兰和俄罗斯也正式卷了进来。普京在暗地里当起了伊朗榜一大哥，给伊朗输送战术和情报，打击美伊军事基地。泽连斯基也不甘示弱，直接掏出了反无人机技术，手把手教美国、以色列和其他中东国家怎么抵御伊朗的小摩托。对于俄罗斯的帮助，伊朗那是心照不宣，只字不提。但看到乌克兰跑来帮美以，伊朗直接放出狠话，要直接攻击乌克兰。那么乌克兰的反无人机技术能否左右中东战局？距离10万8千里的伊朗有能力报复乌克兰吗？按照以色列军方的说法，对伊朗的这波军事行动至少还得再持续3个星期。战争的持续也就意味着伊朗的反击将更加疯狂。俄罗斯已经把无人机战术以及针对美军的绝密情报全盘交给了伊朗。为了防止更大的损失，以色列找上了乌克兰。根据以色列新消息报的爆料，内塔尼亚胡已经紧急跟泽连斯基通电话，核心议题就一个，教我怎么拦伊朗的无人机。乌克兰驻以色列大使科尔尼丘克也确认了这件事。虽然因为行程冲突还没通上话，但估计下周初就能接头。说起来，这事儿有点闹。想当年2022年10月，俄罗斯用伊朗沙赫德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城市，当时的乌克兰寻求与以色列在空中和导弹防御领域合作。乌克兰官员还曾劝以色列，伊朗这是拿我们在做实验测试，今天炸基辅，明天就能去炸特拉维夫。结果呢，以色列拒绝了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报道，2023年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，怕铁穹的核心技术落入伊朗手里。现在时代变了，轮到以色列找乌克兰求援。在过去几年里，乌克兰研发出了一套包含防空系统、电子战工具以及专杀无人机的综合拦截网络。不仅是以色列眼馋，据乌克兰官员透露，现在基辅已经收到了至少11个国家的求救信号，包括伊朗的邻国卡塔尔、阿联酋、科威特、沙特等，还有欧洲国家美国。目前，乌克兰专家已经飞往海外，现场指导中东盟友。欧洲媒体也证实，美国和某个海湾大佬正琢磨着大批采购乌克兰的防空神器。眼看乌克兰参与进来，伊朗急眼了。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·阿基奇在 X 上发文，乌克兰涉嫌向以色列提供无人机拦截技术，实际上已经进入战争，那乌克兰的整个领土就已经成了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。那么乌军的拦截无人机能对美以起到多大作用？伊朗能不能报复以色列？对于这些问题，火力军只能说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，甚至能改变中东战局。如果防空全靠导弹，那叫大炮打蚊子，太亏了。一枚爱国者导弹几百万美元，但伊朗的一架沙赫德136造价才2-3万，这种价格上的差距，别说以色列，就算把五角大楼的印钞机印冒火，也追不上这消耗速度。这时候，乌克兰的战术就能发挥作用了，直接解决了美以的3个痛点。第一，极致的性价比。乌军现在搞出了一种拦截无人机，主力就是装了光纤或者 AI 锁定系统的 FPV 第一视角无人机，这玩意儿造价极低，几百到1000美元就能攒一架。当伊朗放出上百架蜂群大军时，美军可以放出乌克兰的拦截无人机，在天上玩神风碰碰车，用几百美元砸烂几万美元的来袭目标，防空成本瞬间暴跌。第二，全球最强伊朗无人机数据库。毫不夸张地说，现在全世界最了解伊朗无人机弱点的根本不是伊朗，而是乌克兰。从2022年打到2026年，乌克兰在本土拦下了上万架有着伊朗血统的沙赫德。伊朗无人机的飞行轨迹、雷达反射截面积、红外特征，甚至连干扰的盲区在哪儿，乌克兰门儿清。他们把这些数据打包喂给美军中央司令部，这等于是直接把伊朗无人机的底库给扒光。第三，专治超低空盲区。经过俄罗斯的调教后，伊朗无人机开始玩贴地皮超低空飞行，很多昂贵的防空雷达根本扫不到。而乌克兰用遍布前线的声学传感器网络，加上机动火力小组搞出来的低空拦截网，专治这种超低空渗透。等到美军把这套战术平移到中东基地，伊朗的报复效果恐怕会大幅度降低。看着自己辛辛苦苦造的无人机被乌克兰战术当头爆锤，伊朗这下彻底破防了，表示要给乌克兰来一下。只是伊朗真的有能力打到乌克兰本土吗？火力军的回答是难度极大，但防不胜防。想要打乌克兰，伊朗有2条路。路线一，硬刚直射，这是地狱级的难度。伊朗距离敖德萨的直线距离大概在1500公里到2000多公里之间。如果是用沙赫德136无人机，理论上最大航程有2500公里，确实够得着。但问题是，这一路上你得穿过伊拉克、土耳其领空，或者走高加索3国跨越黑海。这条路上全是北约和美军的早期预警雷达，无人机时速不到200公里，飞过去得10几个小时，估计刚出家门没多远就被当成活靶子打下来了。至于弹道导弹，的确可以打到，伊朗手里有流星3改进型，呼拉姆沙赫尔和尼什，射程足够，但伊朗不敢用，这是玩火。
如果伊朗从本土向欧洲方向发射中程弹道导弹，属于严重的越线行为，极大概率会直接触发北约在东欧的全面反导拦截网，弄不好还会面临整个北约的报复。火力军估计，伊朗会选择路线2，也就是很阴险的借机生弹。伊朗不需要从自己家里发射无人机或导弹，他们可以直接玩套牌。伊朗革命卫队的操作员可以直接坐飞机去俄罗斯境内的库尔斯克、别尔哥罗德，甚至是克里米亚，借用俄罗斯的发射阵地，把伊朗原装的法塔赫110或者最新无人机直接砸向基辅。再加上俄罗斯的情报支持，两国来个联合绞杀，俄罗斯出场地，伊朗出武器和技术员，的确有点难防。而且伊朗现在手里的牌确实不少。之前伊朗发动了真实承诺4第54波打击行动，首次使用了射程2000公里的尼什弹道导弹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极其嚣张地表示，我们目前用的导弹大部分都是10年前生产的库存货，2025年6月以后生产的新导弹我们还没拆封呢。除了天上飞的，水里也很危险。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虽然说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开放的，我们只对敌人关闭，但根据英国的最新数据，全球能源海运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数量史无前例地降为了0。战前这里每天平均有77艘巨轮通过。至于大家最关心的浓缩铀，伊朗也放话了。阿拉格齐在接受美国 CBS 采访时抛出了一个惊天大瓜，伊朗440.9公斤、风度高达60%的浓缩铀全被埋在那些遭轰炸的核设施废墟底下。伊朗的表态很光棍，暂时不打算挖出来，啥时候想挖了再找国际原子能机构来监督。这意思很明确，这几百公斤的高危玩意儿就在废墟里压着，随时可能变成脏弹。总的来说，打到现在，中东这场大戏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。美以伊三方在正面死磕，俄乌两国在背后输出战术和技术，这哪还是什么局部冲突？这简直就是一场披着代理人外衣的小型世界大战。火力军估计，只要那些浓缩铀一天不清理，这场仗还有的打。接下来就看以色列和乌克兰能在合作上玩出什么花样了。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各位觉得伊朗会不会报复乌克兰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